这案子别的科都不接，这就是个烫手山芋啊！这摆明了这不是欺负咱吗？您可千万不能接啊！杨得知，警察是做什么的呀？除暴安良，保境安民。百姓报案，警察推诿，这就是你说的安民。不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那吴司长，内务部的高官，在家里头丫鬟掉井里不小心摔死了，这不是嘛社会治安问题，这是人家家务事儿啊！前两天，吴司长的二姨太在医院难产死了，死那时候老吓人了，听说闹鬼了，闹鬼？真的，那医院人全看见了。那吴司长当场就吓尿了，还被鬼附了身，那满嘴胡话，满嘴跑火车，到现在外面传来沸沸扬扬的呢。那这跟咱们接不接这案子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追警的丫鬟就是二姨太的贴身丫鬟。我听说吴司长的夫人不能生，这才娶的二姨太，结果现在一尸两命。那贴身丫鬟还掉井里摔死了。你说这里面他能没猫腻儿吗？吴司长的夫人是谁？赵家大小姐呀。哪个赵家？咱北京城还有哪个赵家？教育部长赵成儒家呀。哎，少爷，这顾西山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之前在崇文门行医的一个中医，前年致死的人，被判过失杀人，去年在监狱里自杀了。啊？死了？那真是附身还魂啊！什么附身还魂啊？这种鬼话你也信？哎，去崇文门顾氏医馆。嘿，老家伙，敢抢我曲儿啊！是了，你是不想活了，吃你！嗯。妈，我的，踹你！哼，老先生，想问一下，这是顾氏医馆吧？啊，顾大夫，你找他们家干嘛？我想问一下，他家现在还有人吗？哎，早就没人了。顾大夫死了以后啊，他的夫人也自尽了，他女儿呢，没过多久也失踪了。他女儿长什么样子啊？您还记得吗？知道，柳叶眉，姓口，齐刘海。对对，齐刘海。少爷，你这画什么玩意儿？柳叶眉，姓口，齐刘海哈？对对对，齐刘海。能麻烦您再形容一遍吗？柳叶眉，姓口，齐刘海。你属猫的，走路没声啊？你别说，还真像，真像秀梅呀！是秀梅。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？真不认识？不，真不认识。哼。哎，杨科长，你来这儿是有何贵干呀？今早我公务在身，思绪烦乱，一时失了礼数，特意给赵公子来赔个不是。哦，现在认识我了。袁某想请赵公子吃个便饭，不知可否赏脸？特意来请我吃饭？没错。行，定天上斋吧，我让他们把熊掌给杀了。不爱吃面条啊？酱炸那么稀，菜码又不全，您是真不挑食啊？我一个小警察，能吃饱就不错了，挑什么食啊？袁科长，您是真当我是傻子呀？您留过学，英国，军校，这可不是一般家庭能承担得起。查我？您的皮鞋，伦敦 Grinson， 这个牌子没有成型，只能定制。您右肩的三角肌、肩胛提肌、斜方肌都比左侧的更厚实，这应该是常年高强度的射击训练造成的结果。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您胸前的那个珐琅胸针，这应该是英国炮工军校的。您刚才随手画的那个画像，应该也是军校教的。是，选修课，犯罪画像素描。
赵公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找你是有一事相求。我最近手头的案子跟吴家有关，我想约见你姐。我就说你先前装不认识我，现在又跟我套近乎，合着是要利用我？一码归一码，今早要不是我，你胳膊腿也得分家。我为什么帮你？你查吴世川是因为你姐吧？你爹是赵成儒，吴世川的岳父，他要是出了事儿，你爹可面临不小的舆论压力啊。我姐脾气不好，你是怕她说漏嘴吧？我怕她打你。她打我左脸，我给她右脸行吗？我在英国系统的学过怎么当一个绅士。你姐结婚多久了5年多，自由恋爱还是包办婚姻啊？包办，两家都是旗人，祖上是世交，打小就认识。夫妻感情好吗？平时吵架吗？偶尔吵，吵了就回娘家，过一阵儿就哄回去了。因为什么吵？你要干嘛呀？好奇。好奇害死猫。你应该感谢这不是棒球。这位是京师警察厅第4科袁红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跟您打听一下吴家二姨太的情况。这你问他干嘛呀？我接到一起报案，死者是他家的丫鬟。翠喜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坠井。吴家报的案。吴家已经准备料理后事了，是丫鬟的家人报的警。果然，我就说嘛，那家人几是把丫鬟的命当命。你想问我什么？这二姨太是怎么到你们府上的？我5年没怀上，吴家的香火总不能断在我这儿吧？纳妾是早晚的事儿。那您跟这二姨太关系如何？不是，哎，你审犯人呢？好奇。怀疑我也正常，不过青苗进门对我是好事儿，总算有人替我分忧了。而且她怀孕不久我就去上海了，快生了我才回来。至于翠喜，是青苗进门那位老太太安排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家可以去查。我信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对了，能给我一张青苗的照片吗？哎，不行。我的意思是，这青苗照片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。我姐是吴世川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没事拿着二姨太照片算是不回事，是不是姐？去拿去。给。谢谢。秀梅就是二姨太青苗，你怎么不这么说？袁科长，您这是要查什么呀？只是那个丫鬟的死？公务无可奉告。您这是利用完我就想一脚踹开？赵公子何出此言啊？话说回来，是你先骗了我吧？你倒是一直都很喜欢骗人啊。什么叫我一直喜欢骗人？我还骗过谁呀？我们这能叫骗吗？那叫什么？不是，你想啊，我姐夫的二姨太，那四舍五入也算我半个姐，那半个姐那就是自己人，那我自己人的事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？我那是考验你。所以你想说什么呢？现在，咱俩也算过事儿了，也是自己人。你以后要查什么带上我，4、9成的事儿我全能帮你搞定。赵公子，气过了，你想查你姐夫，请自便。得知。少爷，咱接下来去哪儿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
喂，喂。治污为警察，实质秦氏多说无益，法理不存，污名难洗。今下蛊于害我之人，一泄无愤，安无魂。顾西山，报告，这翠喜的尸检结果出来了，您过目。慢性砒霜中毒，至少服用了3个月，毒发时头晕目眩，这才失足坠井。我们在他家呀搜到了一盒长生丹，验出了砒霜成分。据其他丫鬟讲呢，这药是二姨太刚怀上的时候赏的。这翠喜呢，天天拿着当补药吃。案情基本明了，就是这二姨太下的毒。反正人已经死了，我觉得这案子可以结了。科长，青苗和他无冤无仇，为什么杀他？这个，你平时就这么穿警服吗？啊？鬼啊！是赵公子。原来昨晚是你闹的鬼啊！我缺心眼儿啊！我自己闹的鬼，我过来自投罗网来。一帮小乞丐，人呢？他们也是受人指使的，混口饭吃不容易，不给放。那怎么能放了呢？哎，你知道是受谁指使的吗？青苗。哟，聪明。你怎么查到的？这4、9成就没有小爷搞不定的事儿，没跟小爷合作，后悔了吧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？进不进来？哎，进。哎呀，有病，有病！开棺，这万万不可啊！行有行规，你听过棺煞吗？我们玩古董的都知道，万不可开人棺椁，动人坟土，轻则招惹煞气，一病不起；重则干倒涂地，血溅当场。这是送命的买卖啊！啊，行，那您请回吧。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？你查案就查案吧，你非要开人棺材干嘛？人都死了，让人清静会儿不行吗？你确定他死了？当年顾西山致死了人，记者发现他祖上是湘西的巫医，死去的患者又在生前跟他有纠纷，于是便怀疑他给病人下了毒。你姐夫吴世川代表维生司出具了专业报告，顾西山当庭被判过失杀人罪3年有期。去年5月，上诉大理院维持原判。当晚，顾西山就自杀在牢里。不久之后，青苗就嫁给了你姐夫。你觉得我姐夫出事，丫鬟的死，还有这申冤信都是青苗搞的鬼？他有可能没死，
做了多少不对的事儿啊？这么害怕？谁说我害怕了？我冷了，你给我挡挡风。赵公子，要不您先上车里等着。我说了，我冷。怎么不把你那眼睛瞪出来呀？挖出来了。这是青苗啊！我不是来催债的，给你来介绍活的。什么活啊？赚钱的活。找我来验尸啊？嗯。他们仵作呢？他们仵作不行，就你吧。我也不行。告辞。2块大洋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英国大使馆圣诞晚会上，这厮啐了我个杯子，得还好几年了。什么杯子这么值钱？明代斗彩鸡缸杯不值钱，那他也得还好几年。做个人吧，好好干你的活。不对啊，你们说他是难产死的，但是他肚子里根本没孩子呀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没孩子？那他肚子怎么这么大呀？肝硬化，而且他的腹腔里全是积水，而且他这已经是晚期了，就算现在不死，也最多能活1个月了。那这1年多，怎么没人发现她假怀孕啊？她之前做过清宫手术，子宫内壁很薄，估计是想要停经，让身边的人认为她怀了身孕。说这么多，她死因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死这么久查不出来，你到底是不是医生啊？哎，我是心外科的大夫，不是那仵作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这钩针被磨光，普通耳坠的钩针是圆头的，为了防伤人。这被故意磨成尖头，手电。凶手应该是用这钩针刺穿了耳膜，所以是谋杀。成年人的耳道一般是2.5到3.5，这钩针4厘米，耳膜被刺穿，钩针直达脑部，造成出血并渗入脑中，顷刻丧命。而且这么做伤口很小，只会有少量的外出血，不会被人发现。这么说，那个凶手当时就在产房里。接生带。并肩一程人间，乱世篝火笑谈，任他世事流转。